宇轩在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大家都想说内阁改组可能就要来启动，但是那时候我们总统赖清德说，因为他8月是要出访，想说是不是出访回来他会完全再做一个改组，但今天完全逆转了，他不出国了，他说等到8月中旬之后还有可能。这个转变是为什么？我跟你讲，跟各位报告，现在台湾你不要讲政坛，包括我们的行政部门，包括我们的府院党，在赖清德宣布说不出访之后，肯定会有大地震。现在开始有大地震，为什么？因为理由很简单，赖清德说，我原定是在8月3号、8月4号，这个时候呢，外传说很有可能会出访，那现在可能一路会往后延到8月中。但大家理由很简单嘛，第一时间思考到的直觉就说，那肯定跟大罢免有关，对，是不是要留下来处理国内的乱局，处理国内的纷乱？但不对啊，赖清德又说，我是因为关税加上灾后的复原。我跟各位讲，这2件事情，关税跟灾后复原。都跟大罢免息息相关。我举一个例子，现在大家是不是熙熙攘攘的说内阁考虑要不要改组问题，把卓荣泰给杀掉的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卓荣泰这么重要吗？因为理由，卓荣泰他是不是提了无数的释宪案，而且以及跟朝野对杠的局面，对，还有包括整个现在行政的团队过去的施政，那个都叫做连续性，一概要负责任。如果今天赖清德他没有我们讲当断则断，直接重启另外一个内阁改组。组成新的内阁，请问一下，未来他要如何去跟在野党做沟通、做联系、做协调？而且是不是内阁改组也是对大罢免负责任？那为什么我讲到这边呢？理由很简单，关税。那你未来是不是包括有一些国防预算？对，包括有一些有可能美国它的要求跟条件。你今天如果没有启动一个全新的内阁，而过去的卓荣泰内阁跟现在的在野党完全处于对立，甚至是纷争，甚至是我们讲的楚河汉界、水火不容的状况之下，谈都不用谈。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关税的时候，我马上第一想一件事情，那可能跟改组有关。灾后复原同样也是这样的道理。你今天台南也好，嘉义也好，在明天马上就要直接休假、停班停课。那这个时候，好，你人如果是说 bang 个跑出国了，对不对？出大事的，马上又淹水。马上呢又中洪胎，马上呢房屋又被倾倒，又出现灾情的状况之下，难辞其咎，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解释交代。所以当你现在你仔细看赖清德宣布这时候，党内也炮声隆隆，出现很多的纷争。比如说有人点名谁，认为说绿委不再相忍为党，拒当听话的乖乖牌，而反的是谁？很多人会第一直觉说赖清德不，我跟各位报告。就是要先把柯建铭给处理。我不要听你老柯的话，你不要再发号施令了。之前大家一直讲倒戈，说国民党要倒戈，就最后没倒戈。那现在我们会报告，这是民进党内部对于他们然后所投下的不信任票，等于是我是不信任柯建铭，因为柯建铭势必须要对这次大罢免大失败，因为从头到尾不管你说啊你不投一票。你就不是台湾人，或者是喊出这个说法，然后呢，再三的强调说，全台湾包括各地，全部通通都要大罢免。各位，我跟你讲哦，民进党内部这2说的事情哦，第一时间原本是有人主张是说要精准罢免的哦，那个时候纷争很大哦，包括我们讲某个跟赖清德信任的要角，也曾经跟柯建铭针对这件事情 argue 过哦，就最后面是被柯建铭牵着走嘛。那柯建铭是跟谁一起的？他是跟曹兴诚一起决定说不要精准罢免，我就是全台湾各个县市我都要。那最后导致的结果确实看到了嘛，都是失败的，把国民党基本盘拉起来了嘛。所以你看这个情况之下，民进党势必一定会对他去开枪，而且再来这些阁员，包括除了王世坚之外，其实不止王世坚，很多阁员，特别是郭志辉，对于一些读书会的成员，甚至对于一些我们讲的官员、经济部长、国发会主委等等。早就积怨已久，觉得这些人都是温室里面的小花朵，温室里面的兔宝宝，搞不清楚状况，因为你没有作战能力啊。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各位，什么叫做作战能力？当时苏贞昌说，针对4项公投，他要4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利，对不对？你知道那时候全台湾200-300场政策会演讲是由谁出马的吗？除了苏贞昌之外，各部会首长每个都要去第一线给我打仗。我现在就请问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大罢免，请问一下郭志辉能上战场吗？他能论述吗？他不要吐槽就好了，他不要放炮就好了啊！这个我们讲的国发会主委，他有办法放炮吗？他有办法出场吗？所以他就说 ，no， 这些人我们不要再忍受了。对，为什么？因为今天民进党等于说我这些立委替你这些行政团队做背书，但最后是你这些行政团队扯我的后腿。所以换言之，内阁改组，看到他今天出访这个样子，如果他不去了，应该是势在必行啊！而且原本以为是8月多才会。现在要加快时程了，快刀斩乱麻了。对啊，因为这样很简单嘛，你也不知道关税什么时候随时会公布，
我跟各位讲，你不要误会了。比如说我们讲他讲8月1号，对不对？好，那如果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或者是后天，反正就在8月1号突然变一下出来了，公布之后，那你知道最需要的是什么吗？你这些阁员全部都要给我上任，你有没有仔细注意到，点名都是跟经济有关？你要去解释，你要去论述说为何我们的关税这样谈嘛？你现在看到这些的人，哪一个有论述能力？难不成又要叫柯建铭出来论述吗？所以当然是要马上断通令四通，组成一个我们讲的叫做战斗内阁，来去因应未来很有可能不管是关税也好，或者是灾后也好，以及论述也好，还有相关未来的变化，同时给大罢免、大失败，给这些支持者一个交代嘛，代表说我有所改进。因为你现在仔细看哦。包括卫福部次长吕建德，他发说什么剿匪也不是第一次成就的。来，你看看，就这种阁员，就这种阁员还在状况外，已经选输了，还在跟你讲说剿匪不是第一次成就了，还要把这些不同意的票变成是匪。你这个跟柯建铭讲说，哎呀，那个都不是台湾人啊，有什么差别？那当然不能这样讲嘛，谁给农棒给赛乌嘛，哦，所以这个就再见。你看李文忠他也跳出来讲，前民进党立委说主联合政府必然选项，各位这只是一个思路，但李文忠提供的参考，我想做法是什么？他说应该要找在野党去合作，对不对？但我的想法不是，因为你自己党内你有没有先敲了定？现在大家民进党内部很多人都抽腿，很多人都旁观，这一关刷跨背秀谈，为什么？因为包括各个派系来找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不要说我都刻意这样讲，苏贞昌这一次有没有出来？没有啊，郑文灿能出来吗？对不对？不敢讲话。其他的派系呢？其他的派系领头羊林佳龙都已经变成我们讲的嘛，在里面的里头的人了嘛，然后永延会等等的，陈其迈等等的，英系等等的。有没有任何人参与？我讲网络上还有写一个梗图说，这一次大罢免的转述来讲哈，他们都有讲这个我们讲 PPN 对不对？他说王世坚的转述大概50而已啦，然后其他的立委比如说吴思耀可能5000啦，这什么意思？这都是民进党内部自己的声音。黄世坚只有50，为什么会这样讲？等于是没有在动。我跟你讲，我不是在怪这些其他派系人，因为你今天你必须要把人全部扣起来，把人全部抓进来，大家才有办法一起作战。你要把饼全部大家一起分。但如果你今天呢是把所有人排除在外的话，这些人他当然没有办法想施力也没办法施力，因为没办法雨露均沾嘛。所以你看，民进党党内人士说什么罢免与改组并没有直接关联性，那些因为罢免被留校察看的官员，政院应该更严格的看待，而且做出调整，在新的会期端出更多接地气的民生法案，不具名的绿营立委说，教育部接连发生泄露性平案。市长张廖万坚照自己花公帑吸去驳留公务，我们讲吸公务行程，而且台师大女主管我们讲也产生很多的争议。郑英耀本身税务特别争议，但是他掌管的教育部必须概括承受负责任下台，他的去留，所以他们说这个内阁该出发。我跟你讲，我们干脆不要这样一个一个点。因为到现在为止坦白讲，内阁的阁员乏善可陈，很多人连到底这个部长叫什么名字也想不起来，对，做了什么事情也说不明白，对不对？洪胜汉搞不好算是里面最有名的，所以当然你这个时间点必须要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嘛。而且你看他现在党内民进党内部也没那么平静。林右昌虽然说请辞，很多人会觉得说他是不是想要去选举啊，选哪一边的市长啊，或如何？但你看他亲妹妹直接放炮说辞了也好嘛，对不对？不然的话做个好像捞瓜，好像香港捞什么？你做到死也还被嫌到爆。但坦白讲政治这种事情不是说你做对越好，因为努力是一回事啊，但问题是你有没有那个才华。如果你很努力努力做坏事，努力办坏事那也是该被谴责，也是被该掉。所以我不会替林右昌在这边替他声援说林右昌一定讲了什么做了什么。但你从这个氛围你可以看到，党内很不平静嘛。对。很多人连林右昌被开掉，他的妹妹也要挑战，然后现在呢，连我们讲的永延会的李宇翔也莫名其妙跳出来说赖清德下台，赖清德请辞党主席。李宇翔他今天莫名其妙开了第一枪。对，照你看，你仔细看吧，他在逼赖清德你看林右昌请辞根本不应该辞，反而是身兼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今天应该要辞去党主席，专心展现治国的态度。昨隔1年让人家无感。发言词不达意，每天挨打。我跟你讲，赵，这已经不是检讨文了。你如果把他这个遮住对，然后给我写说国民党立委对，国民党议员我都觉得像，这完全是在切割了嘛。他直接，我们这已经不是开炮的问题这也不是反省，也不是检讨的问题他就直接开炮嘛，就说你们一无是处嘛，甚至最后面说呢，柯建铭也应该下台啦，而且呢，赖清德应该把他位置给换掉啦，要海纳百川啦，你要听取我们的意见啦。所以换言之，即便李宇翔他不是一个我们讲的派系的要角，也不是一个太大的角色，但连这种声音都开始出现的时候，你就不难解释说，为什么赖清德现在得要留在台湾，因为不管是大罢免的善后，对于民心的收拾，以及呢党内的纷争，还有内阁的改组，还有未来对外关税的问题，恐怕都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着等着他要去处理。
不是，现在看起来，民进党的茶壶风暴这种厮杀正要开始。你看到了，包括灾情，包括了台风留下来的这些烂摊子，包括关税，包括整个大罢免失败，这些都是赖清德一定要作证的理由吗？不能再飞出去了。事实上，赵豪，我觉得赖清德可以去美国这件事情，对赖清德自己本人来讲，是所有问题里面最重要的。对。之前今天的这个讯息出来了，让大家很讶异，因为心想说，本来是说连8月4号经过纽约，8月14号到达拉斯，这所有行程都排了。总统要出国，通常按照惯例是前一个礼拜，也就是7月18号，今天就要开始跟大家讲说，我会去哪一个国家，我去哪里，然后在哪里。为什么在应该公布的时候先告诉你，其实我没有要出去，我为了要关税跟为了要灾后重建。救灾的时候都说，不要都靠国军了，怎么重建？现在突然我们总统要留下来，所以不寻常。为什么不寻常呢？因为之前就有在大罢免之前就已经有媒体一篇文章，他说赖清德团结10奖突然喊卡，是美国在后面的，前面4奖已经让整个的文章是说让整个台北的外交圈炸锅，因为他其中一句打掉重练，大家心想说。你要什么东西打掉？你要把你们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给打掉吗？你这样子的做法是不是有台独疑虑？所以那时候那个文章里面就写到，大家对于这个是认为你这样讲下去是很有问题的，所以呢，其实有很大的争议。然后他们就说，那时候为什么突然之间赖总统没有再继续进行第5奖、第6奖、第7奖？官方的说法是说，因为台风。所以就不继续讲。那后来也有人觉得说，那好啊，那你之后要恢复讲，你应该也是从第5奖、第6奖开始讲，你怎么会从第7奖直接讲第5奖、第6奖就好像当做没有发生过，然后第7奖还是闭门讲？所以事实上那篇文章的意思是说，真正可以叫赖清德不要再讲的只有美国。而文章里面有提到说，是 AIT。有稍微 pass 的一个讯息，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种种的言论，可能对于你8月份出访友邦要经过美国的这个纽约跟达拉斯这个状况没有加分，所以才让这个10奖喊卡。那现在这个时间点，我问你，整个现在我们的大罢免的结果，国际媒体包括 BBC 说。亲中的立委保有席次，然后《纽约时报》说，台湾大罢免失败，重创总统的一个威望。在这种情况之下，国际上是怎么解读？是不是代表着台湾的民众对于现在执政党其实是投下一个不信任票？对。然后在此同时，大家不要忘记，现在这个时间点，中国跟美国在这个斯德哥尔摩进行相关的关税谈判。南华早报有一篇文章出来说，中国想要用停止跟俄罗斯跟伊朗进口原油来交换什么？来跟美国交换什么？叫美国说，你在菲律宾，你对台湾的这个支持降低一点。你用时间序来讲，是不是有可能跟美中台3方角力的关系也有关？就是说，你现在感觉上对美国来讲，你好像你自己在国内，你的推动的一个大罢免才一个重挫，那我现在让你到美国来过境这边，冒着又跟得罪中国的风险，好像没有那么划算，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就认为说，那你暂缓不用那么急的现在来，反正我现在跟中国在谈，那你就缓一缓，不用急的这个时间点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也是有的。但不管怎么样，只可以讲到这个一件事情，就是说，确实国际社会上对于这一次大罢免的一个解读，可能会，而且以及后坐力可能会就是在影响美中台之间3方的关系。庭文老师，这样一路看下来，真的是第一个是 AIT 有算到这件事情，第二个是怎么可能会突然说不去就不去？这背后真的有美国的因素是在里面吗？我们讲说这个总统出访是茲事体大的事情，对，而且赖总统从去年520上台之后，他在当年的年底就赶快安排一场出访到我们的友邦，到太平洋岛国去，所以他过境的这个关岛，过境的夏威夷，所以当时来讲的话，就是等于说比照过往的往例，平安度过。那今年来讲的话，赖总统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出访，所以这个安排中南美洲来讲的话，你看到最近
非常多的中南美洲的友邦的元首、总统也好，或者国会议员也好，纷纷的到台北来访问。为什么？是来邀请赖总统回访这些国家的。所以最主要是巴拉圭，最主要是在中南美洲瓜地马拉跟贝里斯。所以这3个国家来讲的话，就作为来邀请赖总统过去，所以势必要成行。为什么？因为今年来讲的话，赖总统一定要做出访的动作。那首选当然是中南美洲啊，另外来讲，可能明年啊到非洲什么的，那是后续的安排。而过境美国就是重头之戏。那如果都已经安排好8月4号、8月14号，突然间临时取消，那当然我们知道说，总统要出访之前的行前工作非常重要，包含国安局局长全部都要跑一趟啊。然后我们外交部长林佳龙不是才从这个中南美洲回来而已吗？所以代表说应该都已经瞧好了，包含饭店啊、台侨啊、宴会啊，哪个地方要讲话、要干嘛的，所有行程全部都走过一遍了。今天来讲，突然间在行前就临时取消，跟罢免有关吗？我不觉得，我觉得跟美国的态度是有关。刚才慧珍讲的没有错，是跟美国态度有关。但难道是 AIT 这边给的指令吗？也不是，不是吗？就是直接从川普出来的，从白宫出来的。换句话说，有可能在最近这几天来讲的话，可能说不定第一个关税可能会跑出来了。对，关税率可能对台湾的关税率可能状况来讲的话，我们不能说好或不好，但是至少来讲的话，如果出来之后，赖总统再去。到底如果关税，我们假设如果关税不好的话，去来讲的话，民众会不会反弹的心态一定会。对，如果好的话，但是好是好到哪里去？那到时候赖总统去的话，要不要再多次宣告？要不要给川普一个更大的 favor？ 比如说要加强采购啊，要加强干嘛的之类的，这是第二个。再来一个事情，今天来讲的话，刚刚慧珍有提到，在瑞典中美进行第3回合谈判的时候，现在来讲呢，他们压时间是压在8月12号以前。这个关税来讲的话，可能会暂时休战。那如果川普想要从中国那边拿到好处来讲的话，是不是把台湾当做一个筹码来谈？所以今天来讲的话，有点复杂。这有点复杂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我们不是台湾内部自己想象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对，就是只是单纯一个总统出访而已，不是。是美国现在在台湾的定位上面，它到底在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当中，作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作为什么样的筹码，它到底是要用台湾来压中国，让中国让步，还是说让听信了中国之后，然后呢压回台湾，让台湾来讲的话，可能台湾变成一个牺牲品。所以今天来讲的话，这有2套的套路正在进行。那这2个筹码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现在且看且走。因为我们不是大国，大国是中美这2个大国，我们只能跟这2个大国之间来讲的话，中间来讲找出一些生存的空间。所以现在赖清德啊，他总统他面临到的不是只有罢免的问题而已啊，他可能还有国际压力陆陆续续不断过来，而我们现在的卓内阁能够真正的挡得住这样的国际压力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哦。为什么呢？因为专业的谈判团队是在行政院、他经贸谈判办公室。还有经济部门、财政部门都在谈这些事情。那今天如果谈判的状况没有很好的情况之下，那会不会这个出访反而是丢了赖清德的总统的脸，或者是丢了台湾人民的脸？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行政团队要赶快加一把劲，因为这样的讯息是非常非常不正常的讯息。如果说在中美整个大架构之下，你如果取消这个谈判，或许大家会讲话，会骂美国说你这怎么挺不住啊？你个大国怎么还会要看中国脸色呢？但如果是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来讲的话，这当中有很多玄机，包含行政团队到底谈判的结果，到底谈判的这个面向是不是正面的，这个其实是要值得去讨论的。知道，现在看起来，这现在根本就是一个关税的最重要时刻。你看到我们的总统已经决定不要出访，他留在国内之外。接下来一个讯息是。关税的东西连锁效应，行政院急喊停经发会，原本是要开的行政院经济发展委员会，原本明天就要来召开但突然停掉，这停掉也是一个讯号吗？对，没错。实际上这一次赖总统会之所以会停止出访来说，当然有很多外在，刚才大家讲到中美之间。目前为止正在做角力，他们要为年底在 APEC 见面要做一个铺排嘛，所以2国都不希望把这个关系打坏。那这时候如果我们赖总统去访问美国的话，当然会让这个关系会让这个中美之间的气氛会受到影响，这可能是中美2国考量的一个重点。但是在我们赖总统的考量里面来说，他也要注意到，因为这一次的大罢免的确
对关税会造成影响啊。这个影响不是对美国科我们的关税造成影响，是我们台湾的谈判条件恐怕会全部都会打翻。为什么这样说？第一个，我们现在仔细来看，美国跟日本的谈判，还有美国跟欧洲的谈判，都达成了15%。那15%里面来说，有非常多条件。第一个，你要开放市场，包括说美国、欧洲都开放了农业的市场、汽车市场，全部都开放给美国。第二个是我们要去这个美国跟日本跟欧洲个别去投资了5500亿美金跟6000亿美金。对，所以这大概就是川普要的东西，就是第一个你开放市场。但照我跟他讲，我们现在要开放市场来说的话，这些东西都必须要经过，可能有一些法令必须要修改，这个都要立法院的帮忙。所以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假设在我们现在谈的任何的条件回来之后呢，你可能会窒碍难行。你是说立法院现在没有办法过，没办法让你过，你就算谈完之后，立法院不让你过，都没办法。你今天朝野没有去和解的情况之下，对，你就是一个困局了。对，而且这种所谓协议基本上是要经过立法院的，所以你现在没有办法。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跟大罢免有大关系？就是假设。因为我们现在假设我们得到的就是说，赖总统可能原先认为说可以罢免掉实习的话，现在这个法案进到国会里面，或许不会有太大问题。但如果现在是这样的局面来说，你要重新思考啊，或许可能你答应的条件，未来可能会非常难做到。比如说你农业要开放的问题，你这个汽车要降税的问题，可能你根本做不到。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投资的钱，可能要成立一个类似主权基金，大家一直之前在讲的，这可能都没办法达成啊。那你这时候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事实上，如果以这个所谓的灾后重建，或者说你要想，现在接下来明天假设真的这几天公布了税率，不论是25%、15%或是多少，我们台湾一定有付出一些条件。那些条件现在他要想的是可不可行啊？对，我现在谈了之后，如果不可行的话，那怎么办？我搞不好还要再跟川普重新谈。你说他们好不容易谈好，对啊带回到台湾之后不能，又要在2次谈判、3次谈判、4次谈判，甚至是可能，我觉得可能是在接下来的谈判里面，你可能也要容纳出在野党的想法进来。因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没办法执行啊，没办法执行来说的话，这个对台湾来说都是伤害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跟这个关税有非常大的关系。再来就是说，因为关税的问题来说，会有非常多的交互作用会产生。除了关税本身的问题之外，还有个汇率的问题。因为汇率，我不会有人说，事实上这一次的这个大罢免会不如预期。如果你可以看到说整个民调，大概从5、6月开始，这个整个民调就不好。那为什么5、6月民调会不好？事实上我觉得跟民生有非常大的关系。从大概4月底5月初的时候，这个台币的汇率开始狂升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中部的很多工具机业者，他们原本是对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意见的，但是他们对政府处理来说话，产生了非常多的不信任感。那加上说网络一直在流传各式各样的汇率，你也不会处理，关税也不会处理，一大堆，这个构成了你执政不力嘛？执政不力变成是你这次大罢免一个最重要的拖油品，就是这个关系嘛。那现在这些都要陆陆续续揭晓。如果在陆陆续续揭晓的过程里面，你又拿不出对策，然后你又让在野党不断的攻击你，然后你人又不在国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会非常非常严重。现在我们都说政治，其实你要看的是一个时机点，在你真的要开始往下坠的过程中间，如果你没有赶快马上让它止跌回升的话，这个其实会非常危险，一路往下去，对，会非常危险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说，事实上。这种状况不是没有发生过，我们看到说很多总统都说，国内发生什么大水灾什么，马上就叫停，就赶快回来。我觉得事实上赖总统现在可能要思考，固然外交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事实上现在他应该更 focus 是我们内政的问题，尤其是水灾的问题、关税的问题，这些都有待现在的执政团队来处理。为什么我们刚刚一直讲要检讨内阁，甚至为什么外界的炮火都是点名谁，或者是说谁要下来负责？关键是什么？你光是一个文化部的一个补助案件，你补助了这些人，结果你到处去点火，就出大事了。是啊，我觉得，而且我跟你讲哦，这时间点有点奇怪。他在7月23号的时候，饶舌歌手大支哦，他发布一个叫《辣》的这个歌曲哦，他找来谁？杨舒雅。杨舒雅是谁？就是那一个我就是要饭了，怎么了吗？是不是讲怎么了吗？就是那一个让人家觉得就是说，那时候文化补助的时候，他跳出来讲话，后来被人家发现好像是某个立委的助理嘛。那他还有那个闽南郎，他们共同唱了一首歌啊，开酸相信音乐，然后插笑话，我看是相信曹子，曹子是指人民币哦。
所以这个整个单曲出来之后，哇，五月天迷炸锅了。他心想说，哎，你为什么要攻击我们的五月天啊？奇怪了。然后人家五月天发现说，在前一阵子就是中南部大雨的时候，哎，人家偷偷还默默抖内，你知道吗？对。就我跟你讲，本来对你的歌词，人家已经觉得很火了，你怎么可以这样攻击我们五月天？你怎么可以创造出这样歌？就没有想到去看他的补助单位，然后主办单位、共同主办单位，竟然发现是文化部跟文总。哎，而且呢，赞助单位是台湾证交所，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那就代表这是人民纳税钱，拿人民纳税钱来补助他。那当然，这个被人家发现之后，大家心想说：你有没有搞丑啊？你竟然拿人民的纳税钱补助给这个歌手，歌手出的专辑来攻击我们的五月天。这是不是就是在内部找敌人吗？所以大家就讲说，你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啊？那当然，那个文化部这边也有一个说法，他说我们这个补助项目是人人有功练工作室提出的校长兼壮中第3季的计划啦，是从2023年开始的节目啦。然后当然反正就扯一大堆。那不管啊，那现在情况来了，很多人都会开始不爽什么？为什么？你们这个补助是给这个单位的人，而这个单位的人是来攻击我们民间的一个乐团，你不是等于拿政府钱来做攻击异己的事吗？第二个，这大支身份不寻常，他不是一般的什么饶舌歌手，他是文化总会里面的成员之一，是新上任的执委还是什么？那我问你。为什么你文化总会我之前骂过了，如果那个不清楚的人，我这边再前情提要一次，文化总会的会长是谁？是我们的赖总统，里面有20-30名，就是各个不同领域的一些比如说财经界的啦，然后政界的啦，还有一些社会贤达人士，那有很多文化界，今年新补金的人选就是大支嘛。那大支补进进去之后，就被人家发现说，结果你文化总会跟文化部还有补助大支，那你是什么？不是变成一个食物链吗？什么叫太奇怪了吧？太奇怪了吧？文化总会的资金是从哪来的？文化总会是跟我们政府其他单位进行相关，你要讲募款也可以，讲什么那个像中华电信的钱，有时候会抖那给文化总会，像证交所的钱会给文化总会。那我问你，你现在文化总会为什么大家抖内这个钱给你？就是因为你是有点像是帮总统在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的人，然后总要一个预算。文化总会的预算是连立法委员都监督不到的，一年至少1-2亿。结果现在被人家发现，你拿政府的钱，结果去补助你自己的执委，这没有利益回避的问题吗？然后你的这个执委认真创作音乐也就算了，你的执委创作的音乐是来攻击，把五月天抹成是亲共的乐团，把五月天讲成是相信曹植就是为了要赚人民币。我觉得这个已经超越一般人可以接受的范围。因为不是你们所讲政治归政治，音乐归音乐。就算我认为就算你要自己创作去攻击五月天，只要你不要拿政府的钱都没有关系。可是现在问题是你拿的是政府的钱，然后再来你旁边的那个杨舒雅，这身份也很奇怪啊。那很多人会想问啊，比如说一些唱京剧、唱乐曲的一些人奇怪，我们也想补助啊，我们也嗷嗷待哺啊，我们拿得到吗？还是一定要跟党性一定要是支持率的才有办法？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会有很多人看这个补助会有很大的质疑的问题？然后你看旁边人家五月天，还不是捐200万，捐1000万，人家五月天低调默默捐1000万协助丹尼斯台风。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说这一次大罢免的一个结果，有些人会认为很多不同的原因，但是从这件事情上，也许大家会认为就是说，这个人家乐迷也好好的，你这样突然攻击人家的五月天，可能是一般人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的。瑞德，我们刚才说，现在国内呈现一个震荡的一个情形，这是民进党里面的风暴。没想到这时候有一个人他站了出来，这个人是黄国昌。他松口了，他说：“我要让自己成为最好的选择。”对，没错。那么显然，黄国昌最主要的，他并不是说要让民众党成为最佳的选择啊，他是说让他自己成为最好的选择啊。那
他的选择在什么地方？他这次不是踊跃的非常认真的帮这个国民党站台吗？对。那国民党现在是不是欠他一个天大的人情啊？对。那紧接下来怎么办？明年的2026，民众党现在的主席叫做黄国昌，他会缺席吗？他自己未必会选，但是他各县市的这个的，尤其是这个4都啊，国民党执政4都的议员，他绝对会大量的提名嘛。所以现在有一些国民党的这个等于说地方基础的议员，现在哀鸿遍野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会拉掉这个等于说他们国民党是蓝白的票会重叠，白的票绝对抢不到绿的票，他抢的也是蓝的票。可是蓝的自己本身的这个这个蓝营的议员，他自己本身也要选啊。他也有年轻人要选啊，那我问你，这时候白的又出来拉票，你看万华的也好，松信的也好，民众党的相关的没有选上议员的这些人都已经虎视眈眈，摆明了明年要来抢票的嘛。那我问你，那影响到谁？影响到的当然是国民党的相关的这个等于说相关的这个议员嘛。还有，我请问，那么在这个县市长，除了新竹市的这个情况特例之外，有其他的县市有所谓的蓝白合的空间吗？也就是说，只会推出1名的县市首长。我新北市国民党可能让给黄国昌吗？我台北市可能让给黄国昌吗？我其他县市可能让给黄国昌吗？比如说张启凯想选嘉义市，对，可能让给黄国昌吗？不可能嘛！所以最后的结果，事实上呢，黄国昌非常聪明，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垫高，因为本来民众党他要当党主席已经一落千丈，对不对？但是他要有10%。他把这个10%玩到这个等于说淋漓尽致，他把自己不断垫高了以后呢，各位真正的目标事实上是在什么地方啊？真正的目标，2026年当民众党的席次增加了以后呢，那么黄国昌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可能跟公约数，也就是这张开玩笑叫做定妆照。这是什么？这是他跟卢秀燕拍的影片里面，我把它截图啊。你不觉得很像2028年的定妆照吗？卢昌配是否已经俨然成型了？所以呢，现在呢，如果站在这个民霸团站在这个绿营的民进党的支持者，不是礼拜六都很伤心吗？都很难过吗？都很愤恨吗？所以我就发起一个运动，因为823你要罢掉这个7席的这个国民党的区域立委，那是难上加难，对不对？但是北塞西几一样要出来投票，为什么？823出来打脸黄国昌，因为黄国昌搞了一个要花11亿多要演绎核3场。你们如果心里面非常的愤恨不平，如果你睡不着，如果你心情不好，心情郁闷，那很简单，你就跳出来，那么投核3演绎公投的不同意票。为什么？因为我跟你讲啦。虽然今天中国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说要守住那7席，然后呢要尽量协助黄国昌的核3演绎，但我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只要这个你是霸团也好了，还是民进党支持者也好，你跳出来投不同意票，那你就很可能打脸黄国昌了。以后黄国昌在2026年跟2028年他就不能恃宠而骄，台湾吕布就很可能马失前蹄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